刚毕业，国家考古队便出薪100万块，只求我加入，不仅包吃包住，还包漂亮媳妇。可我只吐出淡淡2个字：滚蛋！只因我明明是考古大学总分第1名毕的业，却因我老爸是个农民，没有关系也没有钱去贿赂考古队的蛀虫，他们就以我祖上有案底为由被刷了下去。其实我知道名额是被别人占了，悲愤之际，我反手就拿着黑金古刀进了秦始皇陵，并且进行全网直播。一时间，我的直播也迅速传开，因为新颖的直播内容顿时引来几百人观看，我也没有过多礼物，顺着盗洞就落了下去。这时，无数观众都刷屏想知道我在哪个陵墓，我也索性借此拉一波人气，直接把我所在的位置告诉了他们。很快，直播人气再度提升，只因秦始皇陵是世界难题，就连国家专业考古队都只开发了2%，里面随便一个小机关都能让我丧命。顿时，直播观众都嘲笑我是剧本太假。可直播间里的一位观众却开始慌了，因为他是秦始皇陵的守陵安保。随着直播的内容播出，他就越看越不对劲，直到现在他才看清，这根本就是真的秦始皇陵好吗？于是老吴立马通知了所有警员，在得知有人直播到秦始皇陵，都纷纷惊了。没想到现在的盗墓贼都这么嚣张了，可今天却有人开着直播唱着歌溜进去，不到10几分钟，所有警力就来到了我打的盗洞处。而与此同时，我也收到了系统完成任务的提示音，让我获得了只有千年家族才有的古武技能。顿时我脑中就涌入了一大片古武画面。而同一时间，关于秦始皇陵被盗的事情不知如何走漏，我直播间人数也因此变得多了起来，众网友都纷纷直呼牛逼。但就在这时，几声枪响传来，只见几名浑身是血的保安狼狈地从洞中逃了出来。直播间的众人再次惊愕，明明下的是我打的盗洞，这些警员却都受伤了。不少网友都想要一个解释，我也把我所知道的所有盗墓知识分享了出去。看着直播派出所长赵广志，顿时心头一惊。要知道之前考古队不是没有找过玄学大师，可他们都是扯淡来的。可此刻他万万没想到，奇门之术竟然是真的。但很快赵广志似乎想到了什么，倒吸冷气间，其面色也开始变得有些难看起来。这分明就是在挑衅的节奏。直播盗墓也就算了，甚至竟然还将追他的方法如此堂而皇之的说出。赵所长立刻下令让所有警员行动起来。此刻随着直播的流出，国家开启了以赵所长等人第2视角的直播。随着直播的我不断的前进，可就在这时，一道沉重的呼吸声传来，而那呼吸声是从墓穴方向传来的。我赶紧掐指推算，很快就知道这是一片巨营之地，前面的东西似乎是个活物。思索片刻后，我一咬牙就继续朝着深处走去。不少网友都纷纷疑惑，根本没有听到所谓的呼吸声。赵所长也在看着直播，认为这都是我为了甩开他们所设下的陷阱，不管不顾的继续朝着深处走去。可忽然间，土石纷纷滚落，一道全身沾染的漆黑血液、诡异无比的人形身影忽然朝着正中心的队员扑杀而去。一时间，枪声响起，大量子弹倾泻而出，直接将那血影身躯贯穿而过。这一幕的变化顿时让所有人倒吸冷气，网友们纷纷感到震惊。幕外的赵广志也是心底一惊，他万万没想到，这个盗墓贼竟然真的有着这么强大的本领，这不啪啪打他的脸吗？合着他一个盗墓贼比他们一整个安保部门都强。于是赵所长再次下令前进。可就在这时，机械齿轮转动的声音忽然响起，几乎是一瞬间，众人身后的天花板轰然碎裂。而与此同时，5、6具穿着奇异的尸体竟然纷纷落下，朝着众人冲来。众人连忙开枪阻挡，很快便将所有怪物击毙。可当众人拿起强光手电对准方时，才发现这里竟然是一个极大的隔层，而隔层中正用不少锁链吊着一尊铁棺。就在这时，锁链纷纷断裂，伴随着巨大的轰鸣，棺盖顿时飞起。只见一只面容狰狞、全身好似被扒了皮一般、通体猩红的身影从棺中缓缓爬出。此时直播间就炸了，没想到真的有呼吸声，就是从这只怪物传来的。不仅如此，这怪物凶狠无比，就连子弹都打不穿。抬手间就有2个队员被拍飞了，一时间全部人都面色紧张起来。一些网友也跑到我的直播间，发着尝试询问我如何解决怪物。我在了解到了后方情况后，短暂思索，我并不是来盗墓的，我只是想看看那后面的98是什么样子，看完我就走，什么东西都不会拿。至于后面的血尸也不过是厉害点的怪物，找到黑驴血泼在他身上就能将其灭杀。现在现找估计也来不及，你们告诉后面的人集火把怪物心口打穿，脑袋炸掉就能解决。而与此同时，从始至终都在看着我直播的老吴也将这话带给了赵广志。赵广志内心难以接受，这回真把老脸丢进了整个安保部门，竟然还不如盗墓贼一个人，甚至还需要盗墓贼施舍才能保住队员们的性命。赵广志深吸口气，压下内心那股抑郁之气，吩咐队员们如何解决怪物后，整个人也赤红着双眼。而此时伴随着队员们的操作，手雷炸裂，那怪物终于还是碎成了几块，再也无法造成危险。与此同时，我也在前行一段时间之后，来到了一处明显颜色不同的地砖道路前方，立刻就有网友认出来了，这正是之前考古队遇到的翻版陷阱，随意触发一块都有可能就此殒命，所有网友都意犹未尽，但最后都开始为我默哀。此时幕外的赵广志更是露出兴奋的神色，翻版陷阱可是无比棘手的存在。本想着继续前去抓捕这盗墓贼，但现在这情况根本不用耗费人力，等着我被这翻版解决就行了。可就在这时，随着人气值达到5000，我获得了危险感知天赋，可以让我提前预测到即将来临的危险。随着机械音的结束，经过简单的试探过后，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朝着前方的地砖一步踏了出去。但一步下去，我却没有任何事。观众们顿时炸锅，都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场景。要知道，之前考古队他们遇到的地砖每一块都会翻转，现在却截然不同。就连赵广志也不由得发出了一声惊呼。当年可是有不少强大的保卫人员差点死在这个机关道内，但随着我一步又一步的踏出，众人连呼吸都停止了，眼睛都瞪得老大。第一步可能是意外，但现在这后面的每一步不可能了吧？
无数网友直呼卧槽大喊牛逼，赵广智面色阴沉。随着我一次又一次惊人的表现，他心中有了一种极强的疑问：这么厉害的人，他为什么不申请加入考古队呢？难道说他家世代盗墓犯罪颇多，压根没办法加入考古队？可即便这样，考古队在审查过你本人之后，虽然有些麻烦，但压根不会揪住你家里往事不放的。你这么牛逼的人，要真是不想盗墓，直说加入考古队，谁会阻拦你啊？你这不是看不起我们吗？赵广智很难受，可回想起我在直播中说的那句“我不是来盗墓”的话，顿时心有不甘，咬牙打通了一位考古队的教授的电话。在张教授听完后，立刻激动地跳了起来，立马起身赶往秦始皇陵。要知道，能有办法破解秦始皇陵的人，至今唯独就出现了我一人。如果能将其拉拢到了考古队，那绝对就无敌了呀！很快，张教授就来到了盗洞之外，看着老吴手机中的直播以及面前的盗洞，张教授瞪大了双眼。盗墓还敢开着直播到这么嚣张？但很快墓中也露出惊喜，只要不是盗墓，自己的身份完全可以将这小伙子保释出来。于是，在张教授吩咐下，很快有人找来了大喇叭：年轻人苦海无涯，回头是岸。你的机关术造诣十分高明，加入考古队吧，月薪2万，包吃包住，还有五险一金。无数网友感到激动，他们万万没想到，小哥的牛逼程度竟然都到了让考古队教授出面拉拢的地步。不去。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我从中面色平静，没有任何动摇，平淡倾吐2字。不少网友感到震惊，谁特么能抗拒如此优质的条件了？到你这儿就2字，不去。就连墓穴外的张教授也在听到老吴手机中出来的冷漠声音时，整个人愣在原地。这已经是考古队副队长的待遇了好吗？你特么就2字，不去。张教授感觉人都傻了，这小子难道不清楚继续走下去会引发多大的麻烦？他难道不清楚自己这是在给他找台阶下？难不成他真觉得会点机关术就能为所欲为了？张教授脑瓜子嗡嗡作响，任何时候你特么到秦始皇陵都是个大罪好吗？老子来救你，你不去。张教授不愿放弃，继续拿着扩音器劝阻：年轻人，你再考虑考虑啊！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宇宙的尽头是编制啊，年轻人。可自从江明说出不去2字之后，再也没有理会任何一句，这让张教授感觉人都傻了。倔驴啊！张教授痛心疾首，他是真的爱惜人才，真的想带领考古事业进入新的地段。可眼前青年的反应，却是让张教授感到无比棘手。做人怎么能这么久？难不成你还真想等着你落网之后，我再去保你？你自己出来和被人拎出来，前后差距天壤之别，好吗？年轻人，请理智一点，不要负隅顽抗。张教授通口婆心的劝着，可不论自己如何劝阻，那面具小哥就是毫无反应，这让张教授感到难以言说的憋屈。自己可是一方教授啊，考古界的重量级人物，你他妈直接爱搭不理的，我不要面子的吗？张教授不知晓的是，不是我不想出去，是我现在掌握的除了些许鼓舞、一身血脉，再加个危险感知的天赋，剩下的就是些基础的盗墓知识。这些东西在特定地方能发挥点作用，但放在整个考古界，分量真不够。我又不能给他透底，生怕说错话，内心激动之余，只能装作不为所动的样子。再等等吧，等自己人气再高一点，奖励更多一些的时候，或者再多破解几个皇陵里的谜团，到时候一出去，直接光宗耀祖。我的想法别人不知道。此刻墓外的张教授已经陷入焦灼与自我否定的复杂状态。这小子真特么是来看一看就走，还是觉得这待遇配不上他？张教授惊疑不定，自己开出这么优质的条件都不去，这已经说明问题了。赵广智满脸黑线，没想到计划的第一步就直接夭折。老大，翻版机关道，我们过不去。耳塞里传来队员们无奈的声音：你们原地待命，我想想办法。赵广智沉默许久，老张，从皇陵正门进，有机会拦截到这小子吗？张教授思索许久，缓缓摇头：我不知道他怎么推断出这个盗洞位置的。相对来说，他找的这条路确实比正门便捷很多。如果过不了翻版机关道，你们根本追不上。皇陵内部布局图他手里确实有一份，但里面的诸多机关，考古队都束手无策。赵广智沉默下来，这波又废了，只怕事情继续闹大，自己也会被革职。吩咐下去，先把那小子的直播间封禁，咱们的直播间也关掉。赵广智吩咐身旁的工作人员，那人当即去做，可很快那人就慌慌张张跑了回来。不好了，所长，那边传来消息，盗墓贼的直播间无法封禁，似乎有强大的黑客干扰了他们的系统。什么？赵广智知道那家平台的安保审核力度，国内最大的短视频平台之一，竟然连他们都封不了这小子的直播间。不止，而且这个盗墓贼的直播间还同时在另外几家大平台同时开启，我们根本无法推测他是怎么做到的。你说什么？赵广智再也无法淡定，同时发布在一个平台也就算了，此人竟然同时在诸多平台开启直播，甚至查不出他是怎么做到的。赵广智顿时意识到事态严重，这小子背后极有可能是一支强大的团队，事情已经不是我们可以解决的了。他当机立断，拿出手机打了过去。老大，出事了！张教授苦口婆心劝阻，面具小哥直播盗墓的事，短短10几分钟就被众人分享到了网上，瞬间引发无数关注，直播间热度疯狂暴涨，很快突破1万。丁，检测到宿主人气突破1万，阶段性奖励下发，恭喜你获得基础古术。精通基础古虫知识，脑海中系统声音传来，我很快掌握这次奖励的诸多知识与技巧，内心越发炙热，直接在系统商城兑换了一只玉骨短笛，暂且存入了系统空间。而与此同时，赵广智电话那头也传来一道低沉声音：让你的人撤回来吧，尖刀小队已经出发了。赵广智挂断电话，总算松了口气。尖刀小队，骊山市护卫队里鲜有人知的一支队伍，没人比他更清楚他们的分量，让无数匪徒闻风丧胆。每个人都掌握着强大的格斗能力、平衡力、侦查能力，古武术训练都有涉猎，有他们在，绝对能追上这个盗墓贼。
几分钟不到，几辆越野车出现在骊山山下盗洞之外。长官，请配合我们行动。为首之人朝赵广智敬了个礼，了解完情况后，吩咐一半人直接追了过去。前后不到10分钟，全员出动，官方直播间再次开启。既然盗墓贼这么嚣张，就要以同样的方式将其拿下，震慑宵小。很快，尖刀小队来到翻版机关道前。根据赵广智从我直播间录制的视频，队员们借助近乎恐怖的平衡力，稳如老狗地度过机关。这一批人好像很厉害啊，步伐比面具小哥都不遑多让了，真的稳。特殊部队的大佬，这波小哥怕是要凉了。不少网友觉得心惊，这批人比上一批强悍太多，训练有素，配合默契，一看就绝非寻常战士。直播间里有人开始打赌，大多不看好我，毕竟我展现出的不过是精通机关术，具备可怕平衡罢了。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其他过人之处。在绝对的实力和人数面前，听了也没什么用。我不为所动。虽说那群人被吹得天花乱坠，但这里可是墓穴，是危机四伏的秦始皇陵，九宫排列走势，机关毒虫之凶险，根本非常人所能敌。我丝毫不慌，前面不远处便是困卦所生之地，上对下砍，水中之泽，后方血尸，不过是一块微不足道的小手段罢了。一路走来，我早已看懂此地布局，除却血尸之外，此地危机变数无尽，一旦触发便会牵动连锁反应，而前方作为困卦的核心所在，则会断绝一切生机，让人逃无可逃。我继续前行，没一会儿便出现在一块极大的平整空地内，这里更像是一间巨大的独立墓室。我来到墓室尽头，发现面前平整的墙壁上雕刻着一幅宏伟画卷，有东西。上次考古队花了那么大的代价都没找到任何有用信息，小哥这里竟然找到了壁画，牛啊！这上面刻的到底是什么？不少网友来了兴趣，我借助强光手电打量着壁画，大体可分为2部分。一侧刻画着诸多飞禽走兽居于山中，神态各异；另一侧则是无尽枯骨，仿若炼狱。居中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山峰之上一位穿着宽大长袍的身影，回首看来目目相视，便好似那画中之人正在与我对视。那画中之人不会就是始皇帝吧？这幅画到底什么意思？难不成始皇帝早就预料到有人会在此时此刻到来？不少网友感到凝重，此刻面前的雕刻绝对是皇陵内的一个巨大发现。警示！我喃喃自语，不知为何看到这幅画时，内心生出一股诡异之感。那画中之人好似在劝阻我不要深入。此时此刻，面对这幅画，我有些预感，或许继续深入的话，将再无退路。可就在这时，快，那小子就在前面，别让他跑了，一起上，不让他跑了。后方的墓道中陆续冲出几人，我心底一沉，赶忙低喝：这里有机关，不要乱动。可没人听我的，7、8人直奔我冲来。下一秒，随着其中一人踩陷某块地砖，整个空间猛然震颤起来，土石滚落，咔咔的机械运转声传来，轰隆，墙壁上数个石块脱落，露出大大小小数十个巨大孔洞，稀稀拉拉的声音传来。不好，机关被触发了！还记得上次出现了好多虫子，当场死了2个教授。弹幕炸了锅，孔洞中开始爬出密密麻麻的黑影小虫，快速朝众人围拢。喷火枪！队长低喝一声，几个队员从背包中取出装备，开始对抗虫潮。而我发现，那些虫子刻意绕开了我方圆1掌之内，没有任何虫子靠近我的周围，形成了一片真空地带。这怎么可能？小哥到底是什么人？弹幕彻底炸锅，幕外的赵广智和张教授更是面色惊疑不定。不可能！张教授喃喃，考古队当时用各种办法试探过，这些虫子根本不会惧怕任何东西，怎么可能会因为一个人就害怕成这样？不是害怕。赵广智声音发紧道，更像是血脉上的压制。我不理会这些，两指并拢悬于面前，微微颔首，嘴里念念有词。小哥该不会真掌握什么妖术吧？他难道有办法解决这些虫子？四下无路，他能怎么逃？老赵，你觉得这小子真能逃走？张教授盯着不可目。赵广智声音低沉，只等解决完虫子，他必定会被尖刀小队拿下。皇陵墙壁的厚实程度，专业的工人打穿也需要半天。仓促之间，他有什么办法？可就在这时，嗡，诡异的震颤声自陵墓中传来，在所有人目光注视下，那雕刻着壁画的墙壁竟然开始莫名颤动起来。这怎么回事？该不会又有什么怪物要来吧？弹幕里一片不安，我依旧平静的念念有词，不为所动。咔咔咔，什么东西碎裂的声音传来，我面前的壁画墙壁忽然出现了一条裂缝。我面不改色，继续念念有词。咔咔咔，哗啦，轰隆，大大小小的石块陆续脱落，整面墙壁轰然坍塌，一股发霉的气味涌出，一条巨大的幽森通道出现在所有人视线中。收！我从腰间取出一个葫芦，数十个小黑点从墙壁废墟中飞起，在某种奇异之力包裹下，猛然朝葫芦口飞来。等黑点陆续进入葫芦后，我才将葫芦的盖子盖上。我将葫芦收起，挂在腰间，没有理会身后还在和虫子纠缠的众人，自顾自朝深处走去。我擦嘞！这震动真是小哥搞出来的，这么厚的墙壁，专业工人也得打半天。小哥2分钟不到，那些黑色小虫是什么？该不会是玉骨吧？弹幕炸了锅，该死，这到底是什么方法？赵广智双眼赤红，难以理解。文物啊，那可是珍贵的文物啊！这小子怎么这么不知分寸？这一刻，赵广智和张教授彻底震惊了。可当他看到那条他们当初用微声波扫描都没发现的通道时，眼中又闪过一丝宽慰。2股诡异的感觉同时浮现，让他陷入一种怪异的状态。该死！老赵，你一定要抓住他，我一定要让他给我们找更多的文物补偿，绝对不能轻易放过这小子。等着吧，虫子也快处理完了。赵广智无奈地摇了摇头，这小子总归不能一直这么逃下去吧？小哥，你那些黑色小虫到底是什么？冲击钻打大半天的墙，你2分钟就搞定了吗？我是蛊师，刚才的蛊虫是绕江特有的一种蛊，叫钻心蛊。此蛊坚硬无比，可
可开山断石。至于那些虫子怕我，可能是因为我身上蛊虫气息比较浓郁吧。我没有把血液的事情说出，万一被人发现抓去研究，只怕身不由己。我就说面具小哥是蛊师，饶江蛊师跑来盗墓，太溜了。弹幕越发激动，这民间早有传言，饶江蛊师遇虫驱蛊，行于绝山断河之中，仿若无物。本以为传言夸大，可万万没想到，传说中的蛊师竟然真的存在。单单一个小黑虫就有这么大的能力，已然无法想象。千奇百怪的虫子在蛊师手中能发挥出多大的能量，无敌。对于直播间的猜测，我没有否认，我三舅老爷就是饶江的，祖上也都是饶江出身。不知小老爹从小在哪找来的各种稀奇古怪的虫子让我玩，或许那些也是跟蛊术沾边的东西。在此之前，我从未相信世界上存在蛊术，只当那些是老爹的爱好。直到系统奖励了蛊师知识之后，我才后知后觉，老爹极有可能就是一位蛊师，而毕业前期刻意去偷尸体被抓，或许就是想让我毕业后跟着他学蛊。我无法猜出老爹的动机，但考古始终是我热爱的东西，我要尽力争取。至于老爹的打算，等加入考古队后再去问吧。眼下我毁坏了那面壁画墙壁，考古队必定会追究，我需要做出一定功绩来证明自己。那壁画上的警示之意让我认定，秦始皇陵中必然存在野史不曾记载的隐秘。秦朝华夏大一统治之帝国，那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千古一帝始皇又在隐藏什么？答案只等找到始皇真正的藏身之地，或许便能解开。我没有耽搁，继续朝深处走去。丁，检测到水银毒性，宿主中毒加1。系统提示传来，根据我的推测，这里距离水银河还有极远距离，没想到此地也有水银剧毒。正当我想兑换防护服时，系统再度传来提示，丁，你的血液自行运转开始抵抗水银剧毒，抵抗失败，水银毒性加1，抵抗失败，你的血液开始尝试吸收，吸收成功，水银毒抗性加1。我呼吸加快，又惊又喜。本以为九黎巫血只是概念性的百毒不侵，没想到居然是写实的。吸纳世间万毒，自然可轻易做到百毒不侵。上古巫神的血脉，第一阶段就能如此强大，吸收达到饱和，基础水银毒性免疫。片刻不到，提示音停下，我已经完全免疫了这种程度的水银毒，血液只是比往常重了一些，并无异样，我颇为满足。但考虑到身后追捕的人，还是不要害了他们性命为好。我从系统商城兑换了一柄普通匕首，在地面刻下几个大字：水银剧毒，危险勿入。落罢，收起匕首，自顾自朝深处走去。小哥牛啊，这回该不会真是晃点队员们吧？老鼠玩猫啊，越看越有意思了。我离开不久，身后几个略显狼狈的尖刀小队队员追了上来。妈的，这小子真邪门了！你们看，有字。队员们发现了我的提示，面色迟疑。赵所，盗墓贼什么情况？队长按住耳麦。赵广志没有迟疑，那个盗墓贼应该是在晃点你们。我看到他没有任何防护设备，直接就进去了。他现在很有可能黔驴技穷，正在设法拖延时间。队长当机立断，这盗墓贼没有任何防护就走了进去，大家不用慌，留下几人断后随时接应，其余人跟我追上去。身后10几位队员陆续到来，留下几人断后，剩下的纷纷朝墓穴深处追来。追了不到10分钟，一个队员忽然呼吸压抑，脑海中昏沉无比，身后的另一个队员直接昏倒在地。前方的队长回头时才发现，紧紧跟在自己身后的一个队员面色已经变得无比苍白。尖刀小队队长面色大变，不好，是水银毒、汞中毒，呼吸系统、神经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都会受损。队员们学过这些，自然清楚这些反应意味着什么。那盗墓贼说的竟然是真的，这里真有水银剧毒，平稳呼吸，减少吸气，速退。队长当即下令，队员们相互搀扶，朝来路退下。原本留下断后的几人也得知消息，屏住呼吸冲入接应。我去，大佬团集体团灭，小哥特骂也太离谱了吧！水银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弹幕炸了锅。墓外安保指挥处，赵广志面色阴沉。同样的距离，为什么队员们扛不住？那盗墓贼却像没受影响一样。赵广志下令，你们立刻带着防护服和氧气补给前去接应。前后10分钟，小队队员陆续撤出，补给送到后，队员们开始相互急救。中毒较深的逐渐缓解，但若不及时送医，仍有隐患。折腾了将近1个小时，队长将剩下的6个人交给副队长李平带队，穿好防护服，继续追捕。麻了，这可是水银毒，小哥真就不当回事，居然有人可以硬扛水银剧毒。弹幕还在震撼，越往深处，空气中水银含量越高，水银含量增加，中毒程度加18，脑神经健康程度16，智商52，血液自行运转，开始吸收，水银抗性加22，智商加37。我能明显感觉到思维能力在被压制与修复的过程中反复横跳。目光时而茫然，时而深邃，不妙！我从系统商城兑换了一套防护服穿好，那股诡异的感觉才逐渐消失，这才对吗？我还以为小哥真不惧水银剧毒呢，合着他不慌是因为自己有装备。弹幕唏嘘起来。可当他们看到我的防护服薄如蝉翼，极为合身，做工和质地都充满科技感时，不少人又懵了。这种质地只怕是考古队最顶尖的科技了吧？防护服还配着3个小型氧气罐，这不会是专门为了水银河准备的吧？小哥准备这么充足的吗？弹幕逐渐安静，意识到问题关键的网友们突然倒吸冷气，愣在原地。直播间弹幕瞬间消失，气氛忽然变得诡异起来。网友们大眼瞪小眼，看着我的精良防护服，脑瓜子嗡嗡作响。我不是来盗墓的。我之前的话仿佛还萦绕在耳边。网友们看了看我的装备，又看了看明显拉垮很多的尖刀小队装备，纷纷直呼离谱。装备这么精良，你还敢说你不是来盗墓的？实锤了兄弟们，盗墓贼实锤！弹幕炸了。墓外的赵广志赤红着双眼，我早就说他是来盗墓的。老张，现在你看清了吧？张教授脑瓜子嗡嗡作响，开始依依不定。一个普通人能制作出如此精良的防护服吗？难不成这小子之前说的都是假的？我察觉到了弹幕的转变，平淡解释一声，这是我的毕业设计，准备上交给考古队的。
说完便不再多言。青蓝考古大学压根没有毕业设计这么会说，但就算官方顺着去查，也查不出什么。这种程度的防护服真是你的毕业设计？小哥，你这不介绍介绍，多少没有说服力啊！弹幕还在迟疑，我内心有些无奈。打开系统商城里的商品介绍，平淡开口：这衣服采用的是内米纤维管设计，可以隔绝外面有毒空气，内置防水材料夹层，可以长期潜水，配备8个专用压缩氧气罐，只要氧气存在，就能一直待在水里。这是我看了黄陵水银河介绍之后突发奇想制造的，谈不上多厉害。我详细介绍了防护服的材质、用途、制造原理。起初众人不信，可当我说得清清楚楚时，不少网友呼吸加快。幕外的张教授瞪大了双眼，这不就是前些年我老师提出的设想吗？因为技术难题，考古队的研发部门至今没研究出来。没想到一个考古大学的学生竟然完完整整设计了出来。考古队无法深入秦始皇陵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水银河的水银剧毒，常规防护服难以抵挡。这些年秦始皇陵始终无法开采，关键就在于这概念性防护服始终没研发成功。没想到竟然在这样的场景下，让我看到了完整的纳米防护服。不少懂行的网友和考古队内部人员也纷纷阵战，困扰考古队多年的技术难题全让你一个人攻克了，你管这叫毕业设计？弹幕滚动着666，赵广智面色越发难看，看了眼兴奋的张教授，低沉朝身后队员吩咐道：立刻去查需要上交毕业设计的所有考古学校，盗墓贼的具体身份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确定下来。在赵广智的命令下，工作人员很快锁定了17所考古大学，当地保卫人员连夜出动，深夜把学生和导师从被窝里拖出来，逐一审查。可翻遍了所有人，都找不到任何信息匹配的人。继续查，一刻也不能松懈。与此同时，青蓝大学教师宿舍楼内，我的导师许志忠正看着手机新闻快报和电脑上的黄陵直播，真惨啊！也不知道哪个大冤种摊上了这种学生，深更半夜还得拉出来审查。这要真是考古大学的学生，可就有意思了。闹出这么大的事儿，导师绝对会被严查，说不定这辈子都没法继续教书了。他嘿嘿一笑，顺手打赏了鲜花乘100。我前行不久，出现在一条分岔道口。丁，检测到人气值突破1万，恭喜你获得秦始皇陵布局图。丁，达成成就，小有名气，成就奖励。鼓舞拓展包蕴含8极拳、太极拳、洪拳等各类鼓舞招式技巧。我内心火热，打开系统商城翻了翻，找不到成就面板，看来这东西只能随机触发。我掏出皇陵布局图扫了一眼，看向面前的岔道口，没有耽搁，直接朝左边走去。右边通往浅层出口，那片地方已经被考古队开发过了。赵广智看着我的举动，眉头紧皱。张教授面色迟疑，右边十有八九是通往已开发地区的出口。那小子地图上已开发地区只占了一点点，难不成这是秦始皇陵的深层地图？深层地图，赵广智心底一惊。当初考古队斥资几千万收购秦始皇陵有关的一切，都所获寥寥。这小子怎么可能有皇陵的深层地图？不可能，这绝对是假的。赵广智不信，之前咱们费了多少劲都没找到秦始皇陵的地图，这小子怎么可能拥有？这极有可能是在误导我们。他走到深层道路，或许只是巧合。张教授有些迟疑，也无法确定。古墓之中，我从系统商城兑换了一根粗碳素笔，一边看着地图，一边走走停停，时不时在墙上画个三角或圆圈。小哥这是在干什么？该不会是秦始皇陵地图吧？弹幕困惑不已。这些机关都比较危险，算是给后面的人提个醒。我倒是平静，多破解一些谜团，多展现一些能力，到时候一出去直接加入考古队，省去麻烦。能看得到的好处才是真的好处。小哥，你是生怕尖刀小队抓不到你吗？我怎么感觉秦始皇陵是你家呀？弹幕直呼666。古墓外的赵广智气得跳脚，可恶，这绝对是他的奸计。他掏出手机打给上司，痛心疾首的告状。电话那头似乎有些头痛。行了，事情我知道了，正巧青狼也回来了，等会儿我让他过去看看。青狼，赵广智顿时激动。出身特殊部队，执行过上百次生死任务，曾一人单挑尖刀小队全员完胜。青狼回来了，赵广智内心亢奋，仿佛已经看到了我落网的一幕。尖刀小队仍在快速追捕，我在前方悠哉前行，他们在后方追赶，这是一条死路。赵广智顿时激动起来。我对墓穴的了解让队员们难以追上，现在自寻死路来到死胡同，还能让他跑了？小样，这回你跑不了了吧？没一会儿，尖刀小队队员出现在我身后的空道中，这回总不能还有机关了吧？哦，你还真猜对了。李平顿时警觉着，小心打量4下，下一秒，骗你的。李平恼羞成怒，小子，也不知道你的拳头有没有你的嘴这么硬。兄弟们一起上！队员们瞬间爆发，3位攻我下3路，3位攻上3路。李平拔出匕首，随时补位，7打1。我右脚缓缓又一落地，屈蹲闪身避开3人攻击，反手一掌直接拍在其中一人脸上，借力打力，抬膝将那人顶飞，抬腿躲避扫腿之际，一脚狠狠踩下，咔嚓骨骼断裂的声音传来。最后一人攻势即将落在我身上，我欺身近前，一手握住他手腕缠绕卸力，连推几掌打乱重心，一步跨出腰马合一，一肘直击胸口。砰！前后不过片刻，地上躺着7个人。太极，卧槽，能把太极用到这种程度，一脚踩断腿，一肘顶飞人，这是以柔克刚和以刚克柔的完美结合。弹幕炸了！直播间里，混元太极门掌门杜月玲看着画面，心神震颤。从小修行太极拳的自己，竟不如一个盗墓贼。不对，最后一招不是太极，是8极拳的顶心肘。能将太极和8极拳如此融会贯通，此人的鼓舞造诣已然登峰造极。他将消息发到鼓舞门派群里，各方掌门冲进直播间，看到我与队员搏斗的场景，纷纷哑口无言。这小子8极拳比我还刚猛，洪拳也与我家的出自一门，为什么我家的鼓舞此人也会？
他到底在哪儿学的？他们世代不传的家传古武竟全部聚集到同一个人身上，而且被他融会贯通。我停下动作，地上7个人一时难以起身。丁，检测到宿主人气值突破3万，恭喜获得基础医术。随着直播时间增长，人气值增速越来越快。脑海中系统提示音响起，我从系统商城兑换了纸笔，走到每个队员身旁，把脉并写下什么。小哥还真在给他们看病，一个人一个方子，打了人还给开药，断腿的都能接好。小哥到底经历过什么？网友们的弹幕还在刷屏。我扶起那名断腿的队员，在他腿部几下摆弄，又从背包里取出2块钢板固定好。打了人还得负责，这操作我服了。别人来打你，被你打了，最后你还给人开药方。幕外，张教授看着直播画面，目光明灭不定。老赵，这波你怎么说？还能怎么看？他坐着看呗。身后传来一道粗犷的声音，男人拎着瓶酒晃晃悠悠走来。青狼，赵广智露出惊喜，此人厉害，想必你也清楚。接下来看你的，我们全力配合。赵广智对张教授说完，又转向青狼，行了，啰嗦。青狼摆摆手，又指指张教授，老同志，给我准备几瓶牛栏山。赵广智连忙去准备了几瓶酒，又装了一背包装备递来。用不着这些，那盗墓贼也没有拿枪对他不公平。最后，在赵广智强烈要求下，他佩戴好直播设备，穿好防护服，跳进了盗洞。墓室内的我心底忽然涌上一股不安，危险感知的天赋在提醒我：小哥，外面来了个狠人，单枪匹马拎着刀就追来了，你快跑！我不敢耽搁，掐出几个绝印，念咒间打开腰间葫芦，数十只小黑虫在我借力一甩下飞到死胡同墙角，纷纷钻入，咒语不断念动，死胡同开始震颤。小哥，那人到血尸怪物那儿了。什么？我心底一惊，常人要走10几分钟的路，他2分钟就走完了。我加紧驱动蛊虫破开前方阻碍，心底那股不安仍在快速攀升。BBQ，这人明显强太多了。小哥这波悬了，弹幕还在刷，我继续操纵蛊虫破墙，哗啦啦，墙壁裂开，一条幽森的通道显露。忽然，无数黑色眼镜蛇从破碎的墙体中涌出，全是黑色眼镜蛇，剧毒品种，还带着腐蚀性。我扫了眼弹幕，没有理会。密密麻麻的黑蛇吐着信子，直勾勾盯着我。小哥不会吓傻了吧？快跑啊！让开！我平淡开口。下一秒，黑蛇群引起一阵骚乱，竟像感到恐惧一般。在一条明显较大的黑蛇带领下，所有黑蛇乖巧有序地让开了道路。蛇窝中盘踞的数十条体型更大的也迅速窜出，给我腾出进入的空间。怎么可能？性情暴躁的眼镜蛇，就这2个字就乖乖让路了。小哥，你到底什么身份？弹幕炸了锅。黑蛇排列在道路两边，低着头，向臣民拱卫君王。一道粗犷低沉的嬉笑从身后传来。我回头扫了一眼，一个穿着防护服的高大身影，背着3升塑料桶的牛栏山，插着吸管喝着酒，手里拎着一把宽刃长刀。青狼，拦住他！我头也没回，弹幕吩咐一声，迈步朝深处走去。你还想跑？青狼一步跨出，整个人离弦如箭般暴冲而来。可就在他即将接近我的瞬间，数十条黑色眼镜蛇从通道两侧冲出，他转身躲避，反手一刀斩下。叮！金铁交踏的声音响彻墓道。卧槽，这蛇的皮肤堪比金属，小哥竟然可以号令这种生物。弹幕炸了锅，青狼被蛇群缠住，我在墓道中继续前行。黑蛇上有蛊的气息，我是蛊师，他们自然应当听我的。我平淡解释一句，不再理会直播间。看到黑蛇的那一刻，我就有种怪异的感觉，我好像能读懂他们的情绪。他们看到我时同样是震惊的，加上体内血液流速加快，以及黑蛇体内若有若无的蛊虫气息，与其说他们是蛊虫入体，不如说他们本身就是半蛊。在水银剧毒和风水格局的双重侵蚀下，他们具备了蛊虫的特性，却始终无法蜕变成蛊。自蛊巫蛊不分家，九黎巫血让我能得心应手地操纵蛊虫，蛊虫也渴望与具备九黎巫血的主人共生，更别说他们只是半蛊。我顺手抓了几条黑蛇收进系统空间，等有时间就炼化一下筑其成蛊。钻心蛊花了我1万积分才兑换了几十只，拿半蛊练手划算。我掏出黄陵布局图扫了一眼，现在大概走了13步的路，再走一段就要到水银河了。已开发的区域中已经发现不少危机，剩下98里。水银河后从未有人踏足的地区，必定有更难以想象的危险。我压下内心的炙热，小心翼翼前行。身后青狼还在和蛇群搏斗。兄弟，你这都打了3个小时了，才砍死3条，还不放弃吗？弹幕一片起哄。青狼越打越气，脸都红了。再次击退2条黑蛇后，他怒骂一声，转身就跑。他要回去拿热武器。早知道这个盗墓贼这么离谱，就不拖大纸带把刀来了。青狼气愤地走了。没一会儿，他又来了。轰隆哒哒哒，轰隆！他扛着 RPG， 端着机枪，扔着手雷，火力直接拉满。半小时后，满地碎肉。小子，我来了！我一路度过诸多机关，终于来到那所谓的尽头，水银河畔。看着面前质感略显粘稠的银色河流，我来回踱步，不论从哪个方向走，内心那股生死危机依旧存在，似乎水银河中还藏着什么东西。我从系统空间兑换了一只淡蓝色蛊虫扔进河里，掐诀施展蛊术搜寻，却一无所获。怪了，不该有这么强烈的危机感才对，除非……我猛然抬头，难道是他？可考古队如今的防护服根本不足以支撑他走到这个地方。小子！一道粗话笑声突兀传来，内心不安瞬间炸裂，破空一声响起，我甚至来不及闪避，一枚 RPG 擦着我脑袋飞过，在水黄河中轰然炸开，弹片没有划破防护服，但我的面色沉了下来。青狼出现在视线中，我单手负背，不断掐诀，他不再迟疑，再度扣动扳机，轰隆！这一发被我躲开，炸在墙上，灰尘四起，古墓震颤。乖乖跟我回去吧。可当灰尘散去，
水银河畔已空无一人，青狼面色一沉。被传水云河底，我一口鲜血吐出。这种咒法能召唤方圆10里内的蛇虫鼠蚁相助，代价极大，即便有9粒污血，五脏六腑也不由得遭受反噬。如今的我还是太弱了，脑海中浮现出古尸实力提升的信息。上古饶将古尸以白骨养一骨，孕育本命之骨，一命一转，一转一天地，古尸9转，9骨合一，可入极境之门。我与那大汉战力相差无几，但他常年经历生死历练，实战之下我绝不是对手。再加上他行事毫无顾忌，热武器在手，分明是奔着要我命来的。硬碰硬，我赢不了。嗡轰隆，墓道震荡，各种诡异叫声传来，无数蛇虫鼠蚁从来时的墓道中涌出。这是我最后的屏障了。为今之计，要么找到本命之骨晋升一转古尸，要么借助秦始皇临终的绝地将其困死在这里。我看向系统商城，价值几万积分的蛊虫足以作为本命之骨，但我总觉得不够。那些只是最低要求，难登大雅之堂，除非是价值几百上千万的。可如今我根本攒不到那么多积分。丁，检测到宿主深入秦始皇陵，系统任务触发。任务目标：找到秦始皇藏身之处、秦皇帛书以及长生药。任务奖励：传说之骨。随机，传说之骨。我掌握的上古玉骨知识告诉我，系统空间里价值几百万上千万的蛊虫你是当世罕见，但系统说那仅仅只是罕见，并非传说之骨，比商城那些无比珍稀的蛊虫还要厉害。难不成是上古10大神骨之一？据说神骨中便有长生骨，以此骨作为本命之骨，可让遇骨者真正意义上的长生不死。我压下内心的炙热，系统画的饼还没吃到嘴里，随时都有可能逝去。现在的首要之急还是得摆脱青狼的追捕。我在水银河中前行了一段时间，缓缓站起身，露出头。这里漆黑一片，墙壁上有些晶体散发着微光，与银色河流相互折射，比外界昏暗许多。我打开强光手电，打量着四下陌生的一切。这就是水银河后的景象吗？墓外，张教授看着直播画面，内心触动。当年多少人的努力都没有深入水银河哪怕一步，如今竟真有人踏入了这片地界。他当即给年近80的导师打去电话，老教授得知消息后身躯颤抖，当即联系附近几个省的考古队。半小时内，不少考古教授、工作人员纷纷朝骊山赶来。他们了解情况后，纷纷露出震惊，一身机关造诣登峰道极，还会古术医术，甚至设计出了潜水防护服，准备上交考古队。此子心性上佳，还给尖刀小队队员治疗。考古队就需要这样的年轻人。大部分教授十分热切，对他们而言，始皇陵作为考古界最神秘的地方，竟有朝一日能被一个年轻人攻克，这简直是千载难逢的大喜事。他们纷纷决定要保下这个年轻人，让他为热爱的考古事业献身。可其中一个在华夏留学的考古教授史密斯却十分费解，他觉得盗墓贼就是盗墓贼，做了错事就要受罚。在华夏考古队待了这么多年，待遇比寻常教授丰盛许多，让他始终有种高人一等的感觉。他觉得这群东方人离不开自己，想通过自己学习他国度的技术。他看不上这些教授整天吹嘘秦皇汉武、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度量衡，他觉得那都是野史吹嘘，根本没有实证，更别说夏商周和三皇五帝了。我没心思理会外界的纷争，继续在水银河中前行。水银河底，我继续前行，弹幕忽然热闹起来，考古界震动了，几百个教授全来了，不是来抓你的，是来拉拢你的，都在商讨怎么把你抢到手。我有些意外，自己这举动竟然引来这么多教授关注，甚至要拉拢，那我更得好好表现了。展现出的价值越大，出去之后就越不用担心盗墓带来的影响。盗洞外，张教授搭好了投影设备，数百名教授坐在野外，看着屏幕上我的直播画面，纷纷赞叹：少年英雄啊，考古界有此人，可喜可贺。头一次看到水银河中的景象，妙极！教授们脸上洋溢着激动，纷纷商讨等着年轻人出来时该如何拉拢。赵广智忧心忡忡，要是青狼当着这群教授的面把人伤了，这群教授还不得扒了他的皮？日月星辰，山川大河，一道怪异的外国腔调传来，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人群中的史密斯皱着眉头，声音不屑：诸位，整座骊山都装不下那么多东西，更别说区区一个皇陵。古代那么落后的时代，怎么可能将日月星辰、山川大河融入古墓？你们所谓的玄学根本就是假的。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的功绩，没有实证就是野史吹嘘。你们在这里兴高采乐地讨论那些荒谬的东西，简直是自欺欺人。你们华夏大地破碎不堪的传承根本证明不了什么，就连中医，现在别的国度都比你们强。你们还在这里杞人忧天地吹嘘秦始皇。几个教授面色难看，史密斯却越发得意，他觉得自己说的没错，这群东方人不敢对尊贵的外宾放肆，难怪你们闭关锁国，都是这样的人，活该你们挨打。史密斯越说越得意，那副我为你们好的嘴脸，让在场数百名教授脑瓜子嗡嗡作响。外围吃瓜的网友也听傻了，这番言论很快在网上发酵，无数人怒气冲冲赶来。秦皇扫六合并天下，多少丰功伟绩在前世传唱，你一个外藩蛮夷也配演我华夏之史？始皇之功，滚回你的贫瘠之地！直播画面给了我一个特写，在所有人看来，我就像隔着屏幕听到了史密斯的狂言。史密斯被音响里传出的冰冷声音吓得一激灵，对上我面具下的双眼时，更是心底一惊。史密斯面色阴沉，不管怎么说，这秦始皇陵里绝对不可能有日月星辰、山川大河，你们终究是自欺欺人。那就好好看着，此地暗河天干地支皆与外界相对，咸丰历、五行藏。所谓日月，
便在此处。耀眼的光芒从门后倾泻而出，大门推开，光芒倾泻而出，刺眼的白光过后，我的视野逐渐恢复。面前是一条巨大的通道，青苔遍布，两侧镶嵌着无数异色水晶，折射着浅浅的水银河面，将整条通道照得通透。通道尽头是一段直通向上的台阶。我华夏的玄门秘钥，岂是你这外凡所能理解？我迈步前行，走了将近半个小时，才看到台阶尽头那一缕微光。按照横向距离推算，此刻已升高近400米，早已超出皇陵的物理高度。可我还在这里。台阶尽头是一段不长的通道，走出去的那一刻，一条一望无际的桥梁出现在脚下，而桥梁两侧的景象让所有人屏住了呼吸。桥梁下方是数十座巍峨山峰，占地极广，左侧一轮烈阳当空，云雾缭绕，银色大河在山间奔腾流淌，右侧一轮圆月高挂，无数星辰相映争辉，漫山遍野的奇花异草散发着微光。然后太阳开始向右侧缓缓移动，月亮消失，又在左侧重新升起，星辰明灭，云雾翻涌，草木生长又枯萎。在这皇陵深处，仿佛真的存在一方小千世界，演绎着日月星辰的轮回，山川草木的生灭。不，这怎么可能？这根本不科学，绝对是合成的。没人理他，数百名教授死死盯着画面，呼吸急促，双眼泛红。我没有理会弹幕里那些激动的追问，从背包里掏出一条长绳，拴在桥梁的护栏上，开始小心翼翼地往下滑落。这绝对是合成画面！你们东方人为了那点可怜的虚荣心，竟然在考古事业中作假！史密斯声嘶力竭地嘶吼，但现场所有人直接将他忽视，所有人都在看着画面中的我，他们知道我必然会进一步证明。我平稳落地，找到那些在黑夜中散发微光的花草，藏龙花、七星叶、年罗果，你们有吗？我一路前行，一路借助古树将云雾召集而来。那些云雾竟是由无数微小的飞虫形成，血蛇藤、隐微虫、五花木，你们有吗？史密斯的脸色越发苍白，身形踉跄。日月星辰，你又如何解释？解释？你听得懂吗？是爻应爻，是应歌诀，六亲六寿，你懂吗？八纯宫64卦，12地支刑冲克害，你懂吗？但凡你懂其中半点皮毛，都绝不敢说出玄学不存在这等荒谬言论。未入其门，先否其存？似你这等外邦藩奴，也配言我华夏精髓？不过是你的无知，使你发出的无能狂言罢了。我轻笑一声，转身朝深处走去。身后传来消息，史密斯一口鲜血喷出，失魂落魄的瘫倒在地，气急之下昏死了过去。丁，检测到宿主人气值突破5万，恭喜你获得基础玄学秘钥总纲。无数玄学知识如海浪般涌入脑海，待我尽数消化后，才真正看懂此地布局。利用相冲相害与六合之术，聚而为阳，聚阴为月，配以12地支的时辰运转，形成了日月星辰轮回更迭之景。我给众人解释时，青狼已经渡过水银河，出现在无尽桥梁上方。他顺着我遗落的绳子往下滑，滑到一半时，我掏出打火机，点燃了绳子。我操！你居然烧绳子，还他妈在老子滑到一半的时候烧！我烧完绳子，转身朝推测的方向狂奔而去。青狼实力强悍，正面不可敌，此地蛊虫也扛不住他的热武器。我开着直播更不能杀他，只能另寻他地。我刚跑远，身后便有几个套着多层防护服，看上去鼓鼓囊囊的身影陆续出现。青狼愣了一下，队长。弹幕瞬间炸了，完了，狼哥队长都来了，这波小哥真悬了。我心底一沉，青狼已经够难缠，现在又来了5个同级别的，还都带着热武器。更糟的是，我还不能关直播，水银河后的危机难以预测，随时需要积分兑换破局之物，积分不够就可能陨落。可开着直播，追兵就能通过我的行动轨迹避开危险，直达我所在之地，进退两难。砰！枪响的瞬间，危险感知疯狂报警，我猛然侧身向左扑去，一发子弹几乎擦着我原先的位置炸开，碎石飞溅。狙击手，我起身开始蛇皮走位，朝远处山林狂奔。3个小时的奔袭，我终于逃进一片山林，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破空声袭来。不讲武德，我起身就往远处躲。轰隆，炮弹落在我原先站立的位置，土石飞溅，树木摧枯拉朽般摧卷，冲击波将我刮飞，狠狠撞在一块巨石上。我倒吸冷气，后背剧痛。嘿嘿，小子，这回看你怎么跑！他身后是几个同样壮硕的队员，更远处那个狙击手已经死死锁定了我，只要我妄动，下一秒就会被击毙。弹幕一片哀嚎，我靠坐在巨石上，胸口起伏，冷汗顺着面具往下淌。咚，一声沉闷的巨响从山林深处传来，地面微微震颤，青狼的笑容僵在脸上。咚咚，那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重，像是某种巨物正朝这边走来。我转头看向山林深处，密林中隐约有什么东西在移动，树干被挤得东倒西歪。那是什么？青狼身后一个队员声音发紧，没人回答他。我盯着那片晃动的树林，心跳如鼓，危险感在疯狂报警。但这一次，警照指向的不只是身后的枪口，还有那片黑暗的密林。咚，沉闷的声响从地底深处传来，整个空间随之一颤，所有人的面色都变了。不对劲，大家小心！老二，去照应老四。咚咚，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重。我缓缓起身，在玄学知识的加持下，我终于看懂了此地变化。六合倒转，九宫错乱，日月藏，星辰隐，狂风卷，鸟兽散，乌云蔽日，暗淡无光，地动就要来了。弹幕瞬间炸了，外界的考古教授们也瞪大了眼。秦代古墓用料厚实，根本不可能发生地动，气象局也没有任何预报。地动是你说来就来。青狼的队长揉了揉太阳穴，彻底失去了兴趣。你们看着处理吧，青狼，不要跟这小子废话了。气象局的报告我刚看过，这里根本没有任何异状。耍我！
我没有挣扎，只是看着他笑。然后地面裂了，没有任何征兆，脚下的山石像被一只无形的手从中间掰开，裂缝笔直的朝两侧延伸。亲王下意识松手，我跌落在地，翻身就往裂缝的反方向滚。轰隆隆，整座山峰开始颤抖，远处的树林像麦浪一样起伏倾倒，树木连根齐起，天空中那轮人造的太阳剧烈晃动，光芒呼应石岸，地上的影子疯狂扭曲。撤，快撤！队长的嘶吼被山势滚落的轰鸣吞没，我爬起来就跑，裂缝在我身后不断扩宽，碎石飞溅，弹幕在疯狂刷屏，我已经顾不上看了。身后传来惨叫声，不是我的，我没有回头，一口气冲进密林深处，我才扶着树干大口喘气，回头望去，来时那片山坡面目全非，亲王和他的人不见了踪影。这皇陵里的风水格局，牵一发而动全身，他们不懂，所以不该进来。没等弹幕反应过来，远处传来动静，他们追过来了，别让这小子跑了。队长的声音从废墟后传来，几个人影从尘土中钻出，亲王的右臂垂在身侧，面色铁青，狙击手也解决了缠身的黑蛇，枪口重新对准这边。我没有跑，此必如我，今日废掉。冰冷的声音从面具下传出，亲王低头，不知何时，他手臂上已经爬满了诡异的虫子，他脸色骤变，剧痛让他的动作僵了一瞬，就这一瞬，我朝地面倒去，像坠入水面一样，整个人没入大地之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弹幕彻底沸腾了，教授们激动的声音从屏幕那头传来，玉骨遁地，这小伙子当真绝了。我在地下穿行，四周的泥土被蛊虫推挤着分开，又在我身后合冷，外界的声音越来越远，地面上的人追不上了，至少暂时追不上。我没有停，朝着皇陵更深处遁去，那里还有我要找的东西，秦始皇的藏身之处。亲王被抬走的时候，右臂已经泛出青黑色，人痛得昏死过去。队长杜明面色难看，带着剩下3人继续追，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似乎在等什么。弹幕在提醒我他们没憋好屁，我没理会，继续在地底穿行。几口鲜血喷出，胸腔里翻涌的气血终于平息下来，召唤10里内的半鬼。负担太大了。丁，人气值突破7万，恭喜获得幽瞳第一阶段鬼神之眼，可窥仙神玄机，双眼涌入一股清凉之力，视野骤然清晰数倍。这方世界在我眼中变得不同了，有些地方充斥着漆黑邪恶的气息，有些地方依旧如常。我短暂思索后，朝着一处散发黑气的地方走去。地面上，教授们的欢呼声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这地洞真是你搞出来的？弹幕还在追问。皇陵自成空间，自运12天罡地质，外界会发生的事，皇陵里同样可以发生，只是不会相冲。我平静解释，至于地洞，确实是我躲避狙击手时稍加改动格局所致，微末伎俩，不值一提。弹幕热议不断，学者们倍感震撼，此事影响深远，全网震动，这般景象前所未见。张教授当场提议联名上书考古队总部保下，我数百个教授纷纷掏出手机，将皇陵中的日月星辰、山川大河以及我逃命的视频全部发到了总部的邮箱。凌晨4点，等总部上班看到这些应该会有反应。我继续朝那团黑气前进，那里似乎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白条在墓道两侧飘荡，上面的字符歪歪扭扭，像某种古老的祭文。我扫了一眼，没有停留，继续往前走。弹幕开始焦虑，后面那4个追上来了，小哥快跑啊！我看了眼弹幕，没说话，都马上追上了，你还不跑？直播间7万人在线劝你跑路，你不跑。我认真思索了一下，不跑。弹幕炸了，有人把爸妈从床上薅起来一起劝，有人从上铺激动地踹到下铺，我都没理。老粉丝已经开始泪崩，让我判了给他们传个信。我有点哑疼，但没解释。身后传来脚步声，杜明4人冲进了这条墓道，然后不太对劲啊，兄弟们，这几个人怎么相互打起来了？弹幕风向骤变，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杜明正死死掐着同伴的脖子，另外2个扭打成一团，狙击枪被踩在脚下，没有人朝我这边看，好像我根本不存在，这是怎么回事？我收回目光，继续往前走。那白条上的字符有催眠致幻之效，心越乱陷得越深。弹幕安静了一瞬，然后彻底沸腾。那几个家伙本来就想抓我立功，心浮气躁，中招不奇怪。我补了一句，声音平淡。外界的教授们盯着屏幕上那扭曲的字符，倒吸冷气。有人认出这是失传已久的催眠咒文，只记载于野史残卷，没想到真的存在。身后的打斗声渐渐远了，我拐进一条岔道，系统提示音在脑海中响起。幽瞳进入第2阶段，鬼神之眼，可窥玄机，视野再次变化。墓道墙壁上那些原本如常的地方开始浮现出斑驳的黑气，像陈年的血迹。空气中飘荡着若有若无的暗红丝线，从墙壁的缝隙里渗出来，向深处延伸。我顺着那些丝线往前走，转过一个弯，面前豁然开朗，一间巨大的墓室，四壁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符文，中央摆着一具石棺，棺盖半开，黑气从棺中涌出，在墓室顶部凝成一团，缓慢旋转。我停下脚步，身后远处，杜明几人还在自相残杀。更远的地方，赵广之的上司挂断了电话，屏幕上显示着一条已发送的指令：小五已出发。我没有回头，朝那具石棺走去，身后传来打斗声，越来越激烈。我没有回头，继续往前走。弹幕已经炸了，这几个人拿着 RPG 当棍子使，那个大个子还扣人眼珠子，怎么回事？突然就疯了。我扫了眼弹幕，平静解释，布条上的诡异字符是一种防盗手段，字条会随着视觉影响潜意识，像催眠师不断给他们暗示，让他们产生幻觉。可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战士，意志坚定，怎么可能中招？我补充道，如果在催眠的同时再加上几只鬼怪扰乱心神，精神再强大也容易崩溃。弹幕沉默了，显然没人信。我有些无奈，借助幽瞳的视野，我来到一条相对透亮的通道，这里气温阴寒，天花板渗水，在2侧油灯的照射下，地面低洼处形成了一个反光的水空。秦始皇的魂魄还不在我不知道，但那白条通道里
绝对有。我看向水空，直播画面跟着我的视线转过去，油灯光芒折射下，我的倒影出现在水面，而我头顶上方，一只像蜘蛛一样的狰狞白影正趴在通道顶端。弹幕瞬间爆炸，卧槽，真有！快跑啊，小哥！教授们呼吸急促，世界观受到巨大冲击。我没有抬头，也没有跑。幽瞳进入第2阶段，水坑里的倒影开始变化，那只白影在我头顶缓慢蠕动，它的轮廓在水面中逐渐清晰，不是实体，是一团凝聚不散的黑气，像被什么东西定在了通道顶端。我收回目光，继续往前走，身后传来一声惨叫，我没有回头看，只是对着镜头说了一句：“现在信了。”弹幕彻底沸腾，有人吓得从床上滚下来，有人把手机扔了出去。教授们面面相觑，几十年的认知在这一刻碎了一地。我没有再解释什么。幽瞳在视野里勾勒出更多东西。通道两侧的墙壁上，那些斑驳的黑气开始流动，像被惊动的蚁群，朝同一个方向汇聚。我加快脚步，身后远处，杜明几人终于从幻觉中清醒过来，狼狈地瘫坐在地。他们的直播设备记录下了那团白影，画面清晰的让人发指。上司办公室里的茶杯摔在地上，碎成几片。小五到了没有？他对着电话吼道：“还在路上。”让他再快点！我拐进一条岔道，幽瞳指引着我朝皇陵更深处走去。那团白影没有追来，被某种力量束缚在那段通道里，永无止止地悬挂着。我低头看了一眼地面，新的倒影出现了，不止一个。我看着水坑倒影中那只蜘蛛一样趴在通道顶端的白影，招了招手：“你好啊，小白。”主播，你疯了吗？那是鬼啊！你生怕他没注意到你。我没有跑，倒影中那道狰狞白影微微颔首，露出颇为羞涩的神情。片刻后，竟也有模有样的抬手打招呼。弹幕彻底跪了。大师，开课吧！我跪着听。不好了，小哥，那几个队员快互相打死了。弹幕画风突变。小白，去叫隔壁那几个先回来，不要把人弄死了。隔壁白布条通道里，几个队员脱力般摔倒在地，失去了行动能力。我转身继续朝深处走，两侧的油灯忽明忽暗，变得极为诡异。弹幕在数我身边跟了几只，7、8只。你们回家吧，我还要往里走走，逛一逛就回去了，不必担心。我对着空气说完，四下忽明忽暗的烛火恢复了正常。弹幕又开始吹嘘，还有人讨论我判多少年，服什么刑，甚至开始教我进监狱该注意什么。我懒得看了，免得道心崩塌。身后，杜明几人再不敢轻易追上。轰隆，远处山脉传来剧烈轰鸣，地面震颤，火光冲天。我停下脚步，回头望去，一个穿着黑色长衫、拿着黑色花边折扇的长发青年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几个诡异木偶在他身边操作着什么。对，就那个地方，再加点炸药，这条通道可以直接出现在盗墓贼前面。放心，炸出了事儿，我担着。轰隆轰隆隆，巨大的坑洞炸开，碎石飞溅。那黑袍青年转头看向直播镜头的方向，露出揶揄笑容。哟，几位都来看戏。黑袍青年站在炸开的洞口前，身后跟着一群诡异的机械木偶，他两鬓青丝飘摇，黑发由草绳竖起，一身飘然之气让人一眼便看出不凡。范儿挺正，就是丑了点。赵广之呢？青年吩咐他给上司打电话，驱逐无关人等，便带着木偶朝墓中走去。赵广之打完电话，浑身一颤。与军方常年合作的祁门世家诸葛家的诸葛武，亲王倒吸一口凉气，盘坐在地，再无担忧。诸葛家传承自武侯一代，神机与祁门2术冠绝华夏。他曾在任务中远远见过诸葛家普通弟子，连那人一招都接不住。而诸葛武是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军方公告同步发出，关于秦始皇陵盗墓贼一事，军方已经介入。直播间7万网友瞬间炸锅。我在墓道中前行，内心那股生死危机越来越浓。嗖，数枚暗箭破空而来，我闪身躲避，几具木偶已出现在四周，将我团团围住。黑袍青年悠然迈步而来，折扇一挥，拿下10余个木偶，同时出手，暗箭、拳脚，招招都是标准的8级拳。我被逼得节节后退，屁大点事儿！诸葛武打了个哈欠，召来一具木偶跪在地上，自顾自坐上去看戏。弹幕哀嚎一片，教授们急得跳脚，亲王咧嘴笑得很开心。我挥拳击退几具木偶，拉开距离，低喝一声：“小黑！”小黑！低喝声落，通道震颤，轰隆一声，天花板炸裂，一具穿着诡异战甲、面目狰狞的漆黑尸体轰然坠地，碎石飞溅，灰尘中那尸体缓缓起身，朝我直接跪下。弹幕瞬间炸了，教授们脑瓜子嗡嗡作响。当年考古队深入水银河时，被这种怪物打得铩羽而归，热武器都难上分毫。此刻他竟对我下跪，把他拿下。我指向诸葛武，黑尸猛然抬头，瞳孔幽绿光芒闪烁，如离弦之箭般冲了出去。几具木偶上前阻拦，被他一把扣住头颅，捏得粉碎。诸葛武面色凝重了几分，看来你也不是一无是处。我没有接话，转身离去。身后传来他颇为发愁的叹息声。世间诡谲禁地中的奇诡之物，大都与古物之术同源，身为古师自然可轻易掌握。我边走边解释，水银河前的血尸层次太低，感知不到我周身的巫蛊之力；丽水银河后的大都是吉凶之物，层次高，反而更容易操纵，半真半假。真正的原因是九黎巫血。丁，人气值突破10万，恭喜获得鬼神之力第1阶段500斤基础力道。人气值突破20万，恭喜获得感世秘药；人气值突破30万，恭喜获得幽言第1阶段，可初步与诡谲仙神沟通；人气值突破50万，恭喜获得血舞融于血脉，恢复力成倍提升；人气值突破100万，恭喜获得双生杖，性命双生，血脉共存，可与中术者共享性命。磅礴的知识涌入脑海，身躯在瞬间强化了数倍。走了一整夜，此刻体内却涌动着前所未有的力量。我没有停下脚步，继续朝皇陵深处走去。身后黑尸与木偶的打斗声渐远，前方墓道幽深，幽瞳的视野里更多黑气在深处翻动。系统提示音还在继续。
去，商城积分暴涨，我握了握拳，500斤的力道在掌心凝而不发还远远不够。网络上那些剪辑视频彻底火了，玉骨、纳米防护服、虎舞、医术，我的每个能力都在被反复讨论，人气值还在飙升，但我没空关注。青兰大学里，同班同学张全蛋看着视频直呼离谱，小迷妹韩小月盯着画面中我的身影，总觉得有些眼熟。导师办公室里，许志忠正跟其他几个导师侃侃而谈，真不知道是哪个冤种老师摊上这种学生，5个导师一起革职起步啊，这瓜可真大。他们哈哈大笑，非常期待那些冤种被曝光时的场景。校长办公室，老校长发须花白，笑得合不拢嘴，这不得封校审查，校长都得革职。他兴奋于竞争对手，教导主任也心情愉悦地等着看哪个冤种主任要吃牢饭。饶江亲戚群里，二舅发着视频，7大姑8大姨庆幸不已，得亏不是咱们江家摊上这种人，不然全族倒闭。众人皆抱着看热闹的心情，满心戏谑与庆幸，以后出门跟那些会玉骨的家族保持距离，绝对不能跟咱们江家扯上关系。我不知道这些，我继续朝深处走，身后传来动静，诸葛武折回了地面。防护服他吩咐一声，穿戴整齐，带上热武器和一堆稀奇古怪的东西，让赵广智开启直播，重新折回地下。网友们的弹幕开始刷屏，军方这个人很不简单啊，小哥这波真悬了，我知道他来了，没回头。网络上众说纷纭，弹幕开始劝我坦白从宽。我没理会，但对那个出身军方的诸葛武更加戒备了。能让青狼小队畏惧的人必定不凡。不过100万的人气值让我获得了不少东西，即便是他，或许也能斗上一斗。我继续前行，通道尽头似乎有个人影，轰隆，身后传来震颤，小黑被卸掉腿彻底废掉。弹幕开始读我能撑几招，我没有回头，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快到那道身影时，面前出现一扇质朴的石板大门，心底忽然生出强烈的生死危机。哟，兄台又见面了。诸葛武里外套了7、8层防护服，手里仍抓着黑边折扇，笑容恨。我点了点头，你来的正好，兄台莫不是准备束手就擒了？我缓缓摇头，幽瞳所见的门后有一道身影生机齐望。我心底的生死危机并非来自诸葛武，而是门后那人。我觉得你可以和这位兄台好好聊聊。我一掌落在石门一侧的石砖上按下，身后通道降下一块巨石封死退路，前方的石板大门缓缓张开，诡异的气息扑面而来。诸葛武快速掐诀，面色骤变。我一脚踏碎地面石板，玉骨遁地，眨眼间消失。身后传来嘶吼，一具全身缠着血色绷带的身影从门后冲出，直奔诸葛武。我在地下穿行，越过那邪煞所在的地方，从另一处通道钻出来，还好跑得快。弹幕一片心惊。我平静解释，这里并非仅有巫蛊之术的布局，有些东西即便是巫蛊之术也无法应对。继续前行，我来到一间布局诡异的墓室，四面各摆着一尊供桌，后方是4幅壁画。第一幅，山川大地，草木蓬勃，一个如山高的巨人盘膝而坐；第二幅，尸山遍野，一个周身发光的小人正在吃肉；第三幅，一位穿着龙袍的君王命人给自己建造雕像，手中抱着一块发光石头；第四幅，雕像倒塌，另一位君王伫立一旁，脚下踩着那块石头，强光手电扫过，我在角落发现2行诡异的古文字，弹幕炸了。不是繁体，不是汉字，像鬼画符。我盯着那些文字，幽瞳在眼眶里微微发烫。那2行文字出现在镜头里的时候，弹幕瞬间炸了。这肯定不是秦代古文，也不像是符号，每一个字似乎都在表达什么意思。外界的教授们盯着这屏幕，呼吸加快。如果在秦始皇陵发现一种新文字，那对于揭开秦代神秘的面纱将是里程碑式的发现。他们立刻将截图发给了考古总部，而此时考古总部的实习教授刚打开邮箱，看着300多封标题雷同的邮件，一脸茫然。他挑了一封看上去比较正经的，转给了重量级人物甄教授。甄教授正吃着油条喝豆浆，点开邮件愣住了，这文字怎么有点眼熟？他赶忙打电话给同事贾教授，贾教授带着里脚肉饼过来，看了一眼截图，瞬间清醒，这是从哪儿弄来的？这是前段时间方送来的绝密文本里的文字。甄教授想起来了，那份文本是军方付出极大牺牲才弄到的东西，关系到更古老的时期，至今仍是绝密。2人冲到审核办公室，翻遍300多封邮件，面色从凝重到懵逼，最后化作深深的骇然。这小子直播到秦始皇陵，军方已经插手。那些文字是从皇陵里发现的，秦代也与那些文字有关。等几位顶尖教授陆续到来，办公室炸了锅。盗墓贼在秦始皇陵发现了未知文字，还开着直播。当甄教授翻出纳米防护服的设计报告时，几位教授彻底震惊了。这个嚣张的盗墓贼还是个科研天才。我看着壁画上那2行字，幽瞳微微发烫。甄教授盯着屏幕里那套防护服，声音都变了。这不就是咱们之前提出的概念性防护服？竟然让这小子设计出来了。几位顶尖教授围在电脑前，越看越激动。机关造诣近乎恐怖，古术遁地，还懂玄门秘药，这可是考古界不可多得的天才，必须拉拢到咱们这边。正巧几件事赶到一块，咱们去秦始皇陵看看。如果能跟这小子合作破解谜团，一方面能保下他，另一方面或许能解开军方交给我们的难题。教授们当即动身，路上打开了我的直播间。我站在一条直线向下的无垠台阶前，掐指推算，卦象显示危机极大，可幽瞳所见却毫无异样。啪嗒啪嗒，木偶从黑暗中走出，略显狼狈的诸葛武挥舞着残破折扇，冷冷盯着我。我倒要看看你小子这回还怎么跑。他一步踏出，速度比青狼还快，直奔我杀来。我站在原地没动，他冲进的瞬间，我抬手一拳，500斤的基础力道，腰马合一，正步冲拳，咔，骨骼断裂的声音清晰可闻。诸葛武倒飞出去，狠狠撞在远处墙壁上，七窍渗血，满脸骇然。有这么恐怖的力量，你藏着不用，等老子来了才用。他双眼赤红，内心崩溃。侦测团队反复确认过我的能力，万万没想到我还藏着这一手。弹幕炸了锅，我没理会，转身面对那条台阶。
去把那些东西喊来。3具木偶领命离去。奇门世家的姑娘们看着屏幕里诸葛武被打飞那一幕，纷纷咬牙切齿。有人已经在群里招呼姐妹，要齐聚骊山生擒盗墓贼。我没空理会这些。500万人人气值，系统连发3道奖励：一骨、优骨第2阶段，音律玉骨，300斤的基础力道翻了1倍，骨骼也坚韧了许多，人气还在涨。但我已经顾不上看了。台阶向下延伸，温度骤降，0度、零下10度、零下20度。我体内9驴乌血快速流转，维持着体温。身后传来动静，诸葛武打着石膏跟了上来，额头起霜，鼻涕都冻成了冰块，零下30多度。这小子什么事儿都没有，这他妈走的是同一条路。他哆嗦着跟侦测员确认温度，声音里全是不甘。我没回头。叮，检测到本该消失于世的残留之物。任务：找到北疆寒地被诅咒的妖刀。奖励：北疆秘史。台阶终于到了尽头，一片巨大的空地出现在眼前，没有石砖，没有雪花，却到处是晶莹剔透的奇花异草，像被瞬间冻住了一样凝固在寒光里。我停下脚步，空地中央，一柄通体漆黑的长刀斜插在地面，刀身上缠绕着肉眼可见的黑色气流，周围的冻土龟裂成蛛网状向4面8方延伸。身后传来沉重的脚步声，诸葛武带着几个木偶赶到台阶尽头，看到这片冰封之地的瞬间也愣住了。更惊起，冰封藏，他喃喃念着，面色骤变，那是妖刀。我没理他，抬脚踏入冰封之地，刀身上的黑气似乎感应到了什么，猛然翻涌起来。那些花草散发着微弱的荧光，看上去赏心悦目，但花草之间遍布着无数刀剑，锈迹斑斑，不少已经开始腐朽。放眼望去，近2个足球场大小的地界内，上万刀剑以某种奇异方式排列，形成一个个巨大的阵盘。我漫步其中，幽瞳扫过，一道虚幻身影出现在视线里，身姿心长，姿态妩媚，3000发丝无风自动，看不清面容，但那虚影竟是血红一片。无边煞气扑面而来，强烈的生死危机浮现。我停下脚步，叮，任务完成，北疆秘史知识礼包已下发，精神力大幅提升，脑海中大量知识涌现。我看着空地中央那柄通体漆黑、泛着血色纹络的长刀，声音凝重：这就是北疆寒地那把被诅咒的妖刀吗？北疆寒地被诅咒的妖刀。弹幕炸了，远处传来诸葛武颤抖的声音：这是传说中那柄被诅咒的北疆妖刀。我微微侧身，有些意外，你也认识？这分明只是一个传说，这种不祥之物怎么还会存在于世？诸葛家古籍记载，战国时期存在过一个极短暂的国度，北疆寒地，那柄刀诞生于此，给那个国度带来无尽兵戈杀伐，最终被当地之人所废。胡说八道！你们诸葛家的典籍还是一把火烧了的好，省得误人子弟。此刀确为北疆寒地持有不假，但却并非当地之人锻造，是欧质子的同乡，同为闽族的匠人所铸。你说什么？欧质子已是春秋交战国时期的顶级铸剑师，与他同时一的匠人所铸之巅，怎么可能成为秦皇手中的玩物？我没有理会他的质疑，继续说道：北疆寒地之人以捕猎极北冰原的凶兽为生，此刀铸成之日，匠人血溅刀身，怨念缠刃，刀成之后，持刀者日渐嗜杀，整个族群陷入无休止的内斗。他们以为是诅咒，将刀封入冰窟，却不知那只是铸刀时用的寒铁本就掺杂了矿脉深处的煞气。匠人之死更是将怨念封入刀中，此刀辗转流落中原，被始皇所得。他看出此刀不凡，却又忌惮刀中煞气，便以精金阵法将其镇压于此。你们诸葛家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传了1000年的典籍，竟是些断章取义的东西。诸葛武面色铁青，却一时语塞，弹幕彻底沸腾。我没有再多说，转身朝那柄妖刀走去，刀身上的血色纹络似乎在流动，像某种活物。四周那些晶莹的花草随着我的靠近，荧光开始明灭不定。那上万柄刀剑同时发出夏威的震颤声，像是感应到了什么。我伸出手朝刀柄握去。春秋战国时期，闽族人擅制兵刃，其中以欧冶子为最。我平静开口，此刀锻造工艺与欧冶子的手法有偏差，但仍可见其风格，质地不比他铸造的兵刃差。这点你可以问问你们诸葛家的前辈。诸葛武面色铁青，没有反驳。北疆寒地在战国时期便已鲜有人知，并非秦皇所灭，是这柄妖刀自己毁了它。此刀本是秦皇赠予北疆寒地第一部落拓跋族用以交好之物，却因此刀贵重受人觊觎。族长得刀不久便被刺杀，此后刀主不断变换，常年经受杀伐血煞之气洗礼，刀中诞生了残缺的灵血煞之气，影响心智。后续持刀者大多精神错乱，杀心难抑。北疆寒地最终因这柄刀陷入部落混战，近半数人死于刀下，不攻自破。弹幕炸了锅，有人说小说不敢这么写，有人觉得逻辑上说得通。诸葛武沉默良久，不甘地问道：那你说说，这刀最终又为何为秦皇所得？为何不毁了它？并非秦皇不愿毁掉，而是这刀已经毁不掉了。此刀锻造之初选材奇特，成刀时通体晶莹雪白，常年血煞沉淀后越发厚重，刀身画挂作漆黑，那血色纹络便是刀灵存在的证明。灵已从残缺逐渐完整，刀身坚不可摧。秦皇派遣炼器士将此刀带回销毁，无论何种手段都无法毁掉，最终只能借用大秦国运将其镇压，存入皇陵继续镇压，或许也是始皇的安排。呵呵呵呵，诸葛武忽然发出怪异的笑声，缓缓起身，脸上的惶恐消失，又恢复了那副如沐春风的模样。犯病了，拖了你这么久，我等的东西终于到了。哦，他挥了挥折扇，通道中猛然传来轰鸣杂乱之声，一只漆黑的猛兽从通道中钻出，出现在他身后。那些猛兽全是木偶，黑色的木质，材质不明。小子啊，要不要尝尝我在神机一脉的新研究？咚！为首那只漆黑猛兽猛然踏地，不远处一块巨石瞬间崩碎，碎石飞溅。我看着那些巨兽，又看了一眼身后的妖刀，刀身上的血色纹络开始流动。我看了眼手机上的水滴筹短信，脑瓜子嗡嗡的。
你们就这么不看好我？弹幕一片泪崩。不是不看好你啊，小哥，是那怪兽太离谱了，墓地都众筹好了，你安心去吧。诸葛武也乐了，既然墓地都众筹好了，我会安排你正常入住的。他抬起折扇将要挥下，我看了他一眼，目光里带着轻蔑。他眉头皱起，折扇停在半空。另一只手腹被掐诀推算，你说？我转过身，看向远处那柄黑底血纹长刀，我把它放出来怎么样？你说什么？诸葛武面色一僵，弹幕彻底泪崩，认定我要同归于尽。诸葛武面色变幻，但很快眯起双眼，他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自信，妖刀就算出事，他也有把握跑路。阻止他！快！10余只恐怖的巨兽猛然冲出，其中一只冲到我面前，抬起巨大的前蹄狠狠踩下，我挥拳迎了上去，咚！闷响炸开，前蹄落下的冲势猛然一顿，我挡下了近1000斤的力道，反手将巨兽推翻，转身躲过第二只的攻击，一记摆拳砸在他腰部，轰隆！巨兽腰部直接断裂，瘫倒在地。弹幕死寂了一瞬，然后彻底地炸开，一拳就一拳，900斤的力道，一拳挡下，一拳废掉。诸葛武后台的侦测员们如见鬼般面色大变，站在现场的诸葛武全身血气上涌，脑瓜子嗡嗡作响，这特么不科学啊！我没有理会这些，转身朝妖刀走去，刀身上的血色纹络已经开始流动，像是感应到了什么。庚金阵法被巨兽踩碎了不少刀剑，阵法已经残缺。你疯了！我伸出手朝刀柄握去，幕外的数百教授和正在路上的总部教授们纷纷瞪大了双眼。那材质比石头都硬，就算有如此恐怖的力量，他的骨骼怎么可能承受？一定要拉懒！诸葛武背后的侦测员们彻底麻了，人类骨骼根本无法承受这么大的力道。诸葛武当初迎战巨兽都折了好几根骨头，这小子怎么可能会什么事儿都没有？他呆呆地看着自己那开始褪黑的胳膊，内心复杂。这不是毒，是巫术，心底怨愤消散，胳膊自然就好了。然后他打开小电影，很快又惊怒地关上。他废的不是我这条胳膊。刚消退的黑色又爬了上来，青狼悲愤交加，头顶传来螺旋桨的轰鸣。数十架直升机出现在骊山上空。诸葛七，看你了！数十名穿着水银防护服的女子顺着绳子快速落地，一条巨大的木头巨蛇正在挖坑开路。上面有令，追捕盗墓贼！姐妹们，扒了他的皮！竟然敢打伤五哥！众女纷纷交喝着，直奔地下深处冲来。弹幕开始刷屏，说诸葛武的小迷妹全来揍我了，几十个女的想要我命。我扫了一眼，发现这群网友全在羡慕诸葛武的女人缘，没一个能提供有用情报的。无语，我一脚踢开身旁的巨兽，看向面色苍白的诸葛武，你这家伙，女人缘还真叫人羡慕。说完，我开始拔地上的刀剑，准备破除阵法。还没拔几把，头顶墓道传来嗡鸣，轰隆一声巨响，墓道碎裂，一条通体紫色的木质大蛇从坑洞中探出头来。五哥，他想放出妖刀，快抓住他！紫衣女子站在蛇头，冷冷看向我，活不了。她掐诀一指，紫色大蛇猛然冲撞而来，我闪身躲开。上方通道中又冲出10几道身影，暗器、冰刃铺天盖地砸下来。我顺手拔起一把刀剑格挡，另一只手快速掐诀，想用蛊虫毁掉阵法。尖锐的笛音骤然响起，一个红衣女子从上方缓缓落下，笛音刺耳。我刚感应到的蛊虫瞬间脱离掌控，无数蛇虫鼠蚁从地面钻出，朝我涌来。饶江古尸，九黎血脉，我心底一沉，既知我为饶江内族，还敢不跪地恭迎？你也配！我最大程度激发体内九黎污血，挥剑击退两人，闪身朝后方躲去。那些蛇虫鼠蚁感应到我周身的血脉后，纷纷口吐白沫，昏死在地。你也有神血？小姐，杀了他，这身血我帮你换来。他双眼充血，笛音再起。那些蛇虫鼠蚁像发了狂一样，不要命的朝我撕咬而来。剩下的几十人陆续出现，各施手段，狙击枪、手枪、暗器、冰刃，这已经不是追捕，是猎杀。我且战且退，趁机又踢飞几把刀剑。阵法已经残缺了大半，那柄妖刀身上的血色纹络开始疯狂流动。阻止他！太迟了！我回身一拳，将最后一把阵眼上的刀剑砸断。整个庚金阵法轰然崩碎，那柄妖刀猛然震颤，刀身上的血色纹络像活过来一样蔓延到地面，朝四面八方扩散，空气骤然凝固，所有人动作都慢了一拍。一道血红身影从刀身中升起，3000发丝无风自动。他低头看向我，那双血红的眼睛里映着我的倒影，然后他笑了，冰冷妖异，带着千年禁忌的疯狂。他的手穿过我的胸口，没有血，没有痛，只有彻骨的寒，像是有一只冰凉的手直接握住了我的心脏。血脉。他开口，声音像碎裂的冰。终于等到了。我感觉心脏被那只手攥紧，体内的九黎污血开始不受控制的朝他涌去，视线开始模糊，耳边是无数人的惊呼：他在夺舍，快阻止他！来不及了。那只手攥得更紧，我感觉自己的意识在往下坠，坠入一片血红。最后一瞬，我看到自己还站在原地，胸口插着那只血红的手，而那个妖异的女人正一点一点地挤进我的身体。弹幕在疯狂滚动，我已经看不清了。视野彻底暗下来之前，我听到自己沙哑的声音在墓室里回荡：原来你等的不是我。几十个女人各施手段，蛊术、暗器、热武器、刀剑齐上，我被压着打。弹幕一片哀嚎，说我这次真完了。我且战且退，暗中计算着阵法破损的程度。60还得继续。诸葛武站在远处，看着我被围攻，面色复杂。他太清楚这群女人的恐怖。他的二哥腿被打断，3姐4舅7舅哥至今还在坐轮椅，可眼前这个盗墓贼竟然撑了这么久还没倒下。我被踹飞出去，狙击枪声响起，暗箭齐发。我翻身躲避，手中长刀挥起斩向3人，血肉撕裂的声音传来，3人惨叫后退。我一把抓
抓住刺来的长枪，反身一腿踢碎那人的膝盖，惨叫四起。众人拉开距离，诸葛七操纵紫色大蛇冲撞，吃紧的蛇虫鼠疫不断干扰，我又开始节节败退，血骨被压制，恢复跟不上受伤的速度，吐了多少口血已经记不清了。阵法破损70、80，我一边躲闪，一边找机会破坏阵眼。一只倒地猛兽被我踹飞，砸倒一片刀剑，妖刀嗡鸣震颤，血色煞气开始翻涌，所有人面色大变，不能让他再这么下去，一起出手！几十人同时扑来，我硬扛着攻击，又踢飞几把刀剑，后背挨了一刀，肋骨断了2根，但我已经顾不上这些了。阵法破损90%，够了！我站稳身形，嘴角勾起一抹弧度，凝凄厉的刀剑嗡鸣猛然炸开，血色波动朝四面八方席卷，所有人动作一致，妖刀从地面拔起，悬在半空，刀身上的血色纹络疯狂流转，像无数条血管在跳动。然后它动了，不是朝我飞来，是朝围攻我的那群人飞去。刀锋划破空气的尖笑声刺得人耳膜生疼，首当其冲的2个女人惨叫一声被震飞出去。我站在原地，看着那柄妖刀在空中划出一道血红的弧线，重新悬停在我身前。他认主了。刀身上的血色纹络明灭不定，像是在呼吸。我没有伸手去握那柄刀，它自己悬在那里，刀尖微微下倾，像在等待什么。吸入超额有毒气体，智商648，脑瓜子嗡的一声，像被人用锤子砸开，又灌进了一团浆糊。眼前的东西开始重影，那些女人的脸扭曲变形，像哈哈镜里的怪物。我晃晃悠悠坐起来，感觉脑子不太对，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乱窜，又像被掏空了。管他呢，我听见自己的声音飘飘忽忽的，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这群人围着我干嘛？哦，想杀我。呵，凡人的智慧。我从系统空间里摸出那只金色肥虫，金蚕蛊，万蛊之王。他们吓得脸都白了。呵，这就对了，吞了，管他炼不炼化，吞了再说。肚子里像吞了团火，烧得五脏六腑都在叫，蛊尸气息蹭蹭往上窜。我感觉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一转还没到，但已经够了。凡人终究是凡人。我挥挥手，地面裂开，墙壁炸碎，无数蛇虫鼠蚁从四面八方涌出来，黑潮铺天盖地。他们惨叫、逃跑、求饶，几分钟就几分钟，全跑了。诸葛武跑得最快，连他那群小迷妹都没顾上。我站在空荡荡的墓室里，脚下是碎石头和血迹，金蚕蛊在肚子里乱滚，脑子还是不太清醒。管他呢，反正打跑了。我低头看了看手里那柄妖刀，它安安静静的，刀身上的血纹也不动了。你也怕了？刀没理我，我把它别在腰间，晃晃悠悠往前走。要去哪来着？哦，找秦始皇，还有长生药。管他呢，先走着。身后传来脚步声，我没回头。爱谁谁，小子，声音很陌生。我停下脚步，慢慢转过去。一个穿灰色长衫的青年，手里捏着枚铜钱，正上下打量我。江家的人。我歪头看他，嘴角挂着哈喇子。他叹了口气，从怀里掏出颗药丸递过来。吃了，醒醒脑子。我看了看药丸，又看了看他，接过来扔嘴里，苦的，脑子里那团浆糊好像淡了点。你们江家欠我的人情，今天还了。他转身走了，走得很快，像怕我追上去。我站在原地，摸了摸脑袋，好像是清醒了点。低头看直播间弹幕，几百万人在刷屏，说什么的都有。我关掉弹幕，继续往前走，脑子还有点迷糊，但路没错，那团黑气就在前面，越来越浓。秦始皇，我来了！我晃晃悠悠站起来的时候，脑子里还像塞了一团浆糊。那些女人跑得比兔子还快。我听见自己说了什么凡人神子之类的话，具体记不清了，只记得他们看我的眼神像见了鬼。管他呢，我遁入地下，找了个没人的地方，一头栽倒。再醒来的时候，脑子清醒了，然后那些画面开始往脑子里涌。我站在那儿，哈喇子流一地，对着几十个女人喊本神。我脚趾抠地，差点把鞋底抠穿，丢人，太丢人了。我背过身去，摘下面具，换上防毒面罩，至少这玩意儿不会让人看见我的表情。然后我想起了金蚕，我抠嗓子眼，吐了一地，从一堆烟雾里扒拉出那条半死不活的金色肥虫，1300多万积分的金蚕蛊，我特么直接生吞了。我抱着它想哭，打开系统商城一看，积分余额是负2200万。半小时前，宿主要求赊账兑换金蚕蛊尸晋级体验卡乘2，赊账翻倍偿还，请于3月内还清，否则直播功能永久关闭。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本来有700多万积分，攒了大半天，现在倒欠2000多万。我拿脑袋磕了2下墙，没用，墙比我的头硬。我把金蚕炼化了，蛊尸境界终于过了第一转，体内多了股暖流，筋骨强化了不少，晋升的喜悦一点没感觉到，只觉得心在滴血。从地下钻出来，找回那柄妖刀，随便找了个刀鞘背上，妖刀在背后震了一下，嫌刀鞘丑，我没理他，朝深处走。直播间弹幕还在刷屏，神小哥，我就是神，那充满智慧的眼神太强了。我面无表情的往前走，每一条弹幕都向我心上扎一刀。风萧萧兮易水寒，我江明背负2200万巨债，带着一把嫌弃刀鞘的妖刀，继续去找秦始皇。这日子没法过了。直播间弹幕还在吹嘘，但有人开始问妖刀的事，我干咳一声解释了几句。刀灵被双生杖压制后，心态崩了，直接沉睡，只留一丝灵智，现在就是一把比较硬的刀而已。弹幕又炸了，开始吹我多牛逼，还好互联网没有记忆，没人替我喊本神。奶茶，我松了口气，继续往前走。然后我发现那群网友把我打架的视频剪成了切片发到短视频平台上了，爆了，热搜前10被我的切片霸榜，直播间热度冲破1000万，打赏金额半小时到了3000多万。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弹幕刷屏，满屏都是老公，全是男的。我菊花一紧，不敢说话。系统提示：可用金钱兑换积分还债，比例1:1，留100万，剩下的全还债。2200万的债务清了，我松了口气。丁，人气值突破1000万，获得基础巫术，达成成就名声在外，获得鬼影步法，身如鬼魅，残影随行，可与妖刀共鸣，炼制大成威力倍增。我呼吸急促起来，这步法配上妖刀的煞气加持，只要不碰上剑神刀皇那种离谱的东西，基本无敌。我看了眼地图，进来这么久，
不是被追杀就是被追杀，正儿八经的文物一件没碰，得找个地方证明一下自己不是来盗墓的。我拐进一条岔道，朝那个没什么邪门东西，应该有些古文物的方向走去。热搜还在往上爬，我已经懒得看了，弹幕还在刷。老公，我走得更快了些。热搜榜第9到第20全是我。考古教授前排围观盗墓贼，饶江古市直播盗墓，击退100人，打了人还要开药方，每一条底下都是卧槽牛逼。然后那些无良媒体开始编了，无父无母的神秘盗墓贼，自称秦王后人，全家盗墓，父母深入皇陵失踪，20年后儿子来寻尸骨，绕江杀人无数的邪恶古尸现世。这盗墓贼没妈，我后槽牙都快咬碎了。妈的，你们才没妈，你们全家才死在皇陵。等下了播，第一件事就是给你们下降头。后来我才知道。饶江那边也炸了，1000年难遇的金蚕，直接吃了。然后他看到了吃紧，那个拥有9粒血脉的新晋圣女正在围攻我，而我身上的血脉浓度明显高于他。姚江第一禁令，不得对血脉更浓郁之人出手。这规矩立了几千年，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重现上古古尸风采。吃紧您之故，凡是死罪，3日内跪在内祖祖祠。所有高阶古尸都坐不住了，有人要接我回去继任圣子，被赤元暂时压下。他得先联系军方，毕竟饶江与军方合作多年，这层关系够分量。而我当时还什么都不知道，正背着那把半死不活的妖刀往地图上标注的地方走。后来我才知道外面已经翻了天。赤元跟军方通过气之后，军方把全部消息发给了他，他们只派了诸葛武一个人，那些奇门世家的弟子全是私自行动。追捕不是猎杀，至于假借军令的事，事情结束自然会算。赤元的追捕令传遍了整个饶江。吃紧接完他阿爸的电话，面色平静的看了眼自己的影子，又看了看失魂落魄的诸葛武，转身走了。墓外那群女人大半都带着伤，虫草咬得最狠的地方是屁股里那座山不高1.8米的样子，但压得人喘不过气，尤其那傻子还一直喊我就是神，听得人想死。诸葛武坐在地上彻底麻了，他本来就不想当什么领军人物，硬被推上去。基础力道600斤，爆发力1100余斤，10倍于常规特殊部队。现在脸都丢光了，回去怎么见人？长官面色凝重的让人继续监视。我当时不知道这些，我在墓道里走着走着，肚子叫了一声，饿了，遁入地下，让半谷们去抓了几只兔子和蛇回来。从系统商城买了孜然椒盐、烧烤酱，就地生火。那些黑色眼镜蛇围了一圈，看得兔子直哆嗦。弹幕说我铃木烧烤，不把军方当人，我懒得理，吃得很香。